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个，可以说是有点奇怪的悖论。你想想看，为什么有那么多计划，明明都是专家设计，资金也很充足，而且利益绝对良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彻底的失败收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逻辑断层？好，我们先从一个最直观也最天真的想法开始说起。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其实有个非常朴素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很穷，那该怎么办？很简单嘛，直接去模仿那些有钱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就好了吗？你看，英国、美国，他们是靠什么成功的？不外乎就是自由市场、小政府、保障私有产权。所以，只要把这套成功方程式原封不动的复制贴上，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听起来真的超级合理，对吧？但是现实世界很快就给了这个简单的想法一记非常响亮的耳光，而关键的证据就来自我们很熟悉的东亚奇迹。你看，台湾、韩国这些经济体，他们在战后能够快速崛起，所采用的策略跟西方世界大力鼓吹的那套自由放任模式，可以说是天差地远。他们不但没有采取什么小政府，反而还运用了非常强力的国家干预，去制定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持特定的战略性产业。这就证明了一件事：通往富裕的道路绝对不是只有一条。单纯的复制模仿，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所以问题来了，既然单纯的模仿行不通，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更精细、更强大的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发展这件极度复杂的事。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寻找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而是要先建立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看懂问题本质的思考框架。在经济学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所有会影响一个社会走向贫穷或富裕的特征，给它一个专有名词，统称为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包罗万象。从最传统的像是资本累积、国民健康，到比较抽象的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都算是其中一环。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看起来很杂乱的因素做一个系统性的分类。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维度来区分，一方面是所谓的古典决定因素，这些东西是传统经济学最爱讨论的，通常都是有形的，而且可以量化，像是你的资本存量有多少，国民平均寿命多长，平均教育年限是几年。但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非古典决定因素，这些就比较抽象了，你很难用数字去衡量，像是文化、社会信任度、风俗习惯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很难量化，但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可能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还要巨大。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分类维度，首先是垂直型决定因素。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些因素可以很清楚地排出优劣，分出高下。这很好理解，对吧？比方说，良好的健康状况绝对比糟糕的健康状况要好，更高的教育水准也绝对优于低教育水准，这是有明确排名的。但另外一种我们称为水平型决定因素，这就不是优劣的问题了，而是差异的问题。举个例子，有些国家因为地理环境特别适合种植可可，有些国家呢则适合种植葡萄来酿酒。你很难说种可可就一定比酿酒来得好，它们就是只是不同产业、不同选择而已。好了，当我们把刚刚讲的这两个维度组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矩阵。这个矩阵能帮助我们把复杂的问题先做个属性分类。你看在左上角，古典且垂直的就是健康和教育，越多越好，这很直观。在右上角，古典且水平的像是地理天赋，这没有好坏，就是不同。左下角非古典且垂直的像是社会信任，信任度越高，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就越低，发展当然越有利。最后在右下角非古典且水平的就是文化规范，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就是文化上的差异。重点来了，接下来你会看到无数发展计划之所以会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搞错了他们面对的问题到底应该落在哪一个象限。
我们继续聊下去。现在让我们实际拿这个框架来看看，当这些纸上谈兵的理论模型撞上残酷的现实世界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来自非洲南部的国家赖索托。故事是这样的，当时世界银行在赖索托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公有的牧场因为过度放牧，导致草原严重退化。他们的诊断非常标准，非常 textbook。他们认为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最典型的工地悲剧。牧场是大家的嘛，所以每个人都想多放一头牛来占便宜，但没有人需要为草原的耗损负全部责任，最终结果就是资源枯竭。这个诊断听起来无懈可击，对吧？所以世界银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直接。好，那我们就来建立一个活络的牛只市场。他们认为，只要让牧民能够方便的把牛卖掉换成现金，自然就会有诱因去控制牛的总数量。但结果呢？计划彻底失败。市场盖好了，设备弄好了，结果几乎没有人来卖牛。这个失败的关键并不是出在计划的执行面。引用一位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的话，他说：“世界银行对于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抱持一个完全错误的模型。”这句话很重。换句话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根本属性。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原来，在当地的巴索妥社会，牛从来就不只是一项单纯的经济资产。第一，它是很多在外地工作的移工唯一能信赖的退休储蓄；第二，它是拿来建立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一种人脉财富；第三，更重要的是，它是支付聘金唯一被接受的货币。最后，你拥有的牛越多，就代表你的社会地位越高。所以你看，世界银行把它当成一个古典垂直的资源管理问题，试图用市场这个经济工具来解决。但实际上，牛在当地是一个深植于文化与社会规范的非古典水平议题。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缘木求鱼。你的工具再好，逻辑再清晰，但你用错的地方，就永远也达不到目标。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这个故事同样展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经济干预，会如何产生完全意想不到，甚至有点荒谬的后果。这次我们把场景转到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这个计划的目标非常单纯，有一群经济学家想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奇曼内人存钱，于是他们就提供附有锁的箱子给这些家庭。这个想法背后的理论是，很多人之所以存不了钱，是出于自我控制的问题，也就是手上一有现金就想花掉。那如果把钱锁进箱子里，增加花钱的难度，不就可以有效提升储蓄率了吗？你看，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于古典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干预计划。实验结果出炉之后，可以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从数据上来看，这个计划确实成功了。拿到锁箱的家庭，他们的金融资产真的显著增加了。但是怪事发生了，他们在烈酒上面的花费也同样大幅增加。更糟糕的是，这反而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一个原本利益良善、旨在提升人民福祉的计划，最后却伤害了人们的健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个计划再一次地忽略了问题的非古典层面。原来，对奇满内人来说，他们努力存下一大笔钱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所谓的财务安全，或是拿来投资未来。他们是为了存够钱之后，可以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买来大量的烈酒，请全村的人喝，借此来炫耀，来累积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锁箱这个古典的储蓄工具，确实帮他们达成了存钱的目标。但这笔被古典工具存下来的钱，最终却被用在一个缺求社会地位的非古典文化系统里，导致了与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悲惨结果。好了，把赖索托的牛跟玻利维亚的锁箱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故事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得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洞见。我们今天标题所说的缘木求鱼，指的正是这种行为。
你将一个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没问题的模型应用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情境之中，因为你对问题的根本理解就是错的，所以你的解决方案注定会失败。世界银行试图用市场模型去解决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储蓄工具去解决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他们的工具本身都没有错，但他们却带着最好的钓竿跑到树上去找鱼，这当然永远不可能成功。所以这里最关键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经济问题很少真的只是经济问题，它们总是深深地镶嵌在一个由文化、历史和社会系统所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里面。你根本不可能把经济从它运作的社会脉络中单独抽离出来看待。任何不考虑这些非古典因素的解决方案，都极有可能会失灵，甚至产生反效果。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如果那些基于我们自身逻辑看起来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在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却是这么的不堪一击，经常走向失败，那么我们未来在处理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时，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跟方法？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许多发展计划的失败根源在于缘木求鱼，用解决古典经济问题的工具去应对复杂的非古典社会文化情境。关键的启示是，经济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理解行为背后的真实脉络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第一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雄，我们下次见，拜拜。